为什么有些长辈把流浪狗捡回家养，不仅花了大笔医药费，还跟老伴吵到快离婚，最后毛小孩生重病走了，他们哭得肝肠寸断，却依然有人在旁边冷嘲热讽，说他们是花钱找罪受。这真的是很多爱心阿公阿嬷心里最深的痛。大家看那些流浪在外的毛小孩实在可怜，心一软就带回家了。可是带回家后，医药费动辄上万块，家里可能被弄得又脏又乱。家人的不谅解和抱怨，让原本温馨的家变成了战场。你满怀着慈悲去救赎一条生命，却让自己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与疲惫中。更别提面对毛小孩离世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你一定也曾在心里呐喊过：老天爷，我明明在做善事，为什么过程却这么痛苦？别灰心，你的委屈和眼泪，佛菩萨都看在眼里。在今天的内容里，我会用佛法的智慧告诉你，你和这些毛孩的相遇，其实是漫长轮回中最深的善缘。更重要的是，我还会教你4个完全不花钱、不费力的日常微修行，只要看完并照着做，你就能在喂养的当下化解家庭矛盾，把生活里的烦恼直接翻转成护佑你跟家人平平安安的无量功德。其实，关于救助流浪动物到底会不会背业障，功德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看似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烦恼，但它却深深牵涉到了6道轮回之中最核心也最深不可测的因果法则。很多人因为不了解因果的真正运作方式，才会产生这么多恐惧和误解。你现在所遭遇的这些内心的挣扎，早在2500多年前，佛陀的座下弟子，也就是一直跟随在佛陀身边的阿难尊者，就曾经为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满怀疑惑地去请教过佛陀。而佛陀当时给出的答案，不仅打破了世人固有的迷思，更牵扯出一个让无数修行人都为之震撼的秘密。佛经中记载，那一天，阿难尊者在舍卫国的城里托钵化缘，他走到一户人家门前，看见一位名叫善财的长者。这位善财长者非常特别，他每天都会在自家的大门前放上干净的清水和食物，专门喂养城里那些骨瘦如柴、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而且这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善举，他已经默默坚持了3年多，风雨无阻，从来没有一天间断过。阿难尊者看在眼里，心里却升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他回到精舍之后，双手合十，恭敬地请问佛陀：世尊，我们都知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但是像那位善财长者一样，长期去救助、喂养畜生道的众生，这样的行为，在因果上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业报呢？救一只流浪狗和救一个人的功德是一样的吗？既然他们是因为过去世的业力才堕入畜生道，我们去喂养他们，算不算是违背了业力的法则呢？佛陀听完阿难的提问，露出了温暖、慈悲而深邃的微笑。佛陀说：阿难，你问得很好，救助众生，无论他今天是披着人皮还是披着毛皮，无论他在哪一道受苦，只要你愿意伸出援手，这都是慈悲心的最高展现。生命在佛法的眼中，本质上是完全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接着，佛陀语气一转，说出了一段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话。但是，你可知道，救助畜生道的众生，其背后的业力果报，有着极为特殊、极为不可思议之处。原来，当我们怀着善心，蹲下身子去抚摸、去喂食那些无家可归的小生命时，这背后业力的齿轮就已经开始转动，而且运作的方式远远超乎你我的想象。
这绝对不是世俗口中说的背业障，而是一场跨越生死的深远相遇。那么，这份特殊的果报到底是什么？佛陀当年又是如何用自己前世的亲身经历来为弟子们解开这个跨越千年的轮回之谜呢？画面提示：镜头前，讲述者的语气变得深沉而温柔，背景音乐转为悠远的古琴或温暖的颂钵声。佛陀看着阿难，缓缓开口：阿难啊，我先为你说一个发生在过去无量劫以前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太子名叫摩诃萨格。有一天，太子在深山里修行的时候，看见了一幅让人心碎的画面。一只母老虎饿得奄奄一息，倒在地上微弱地喘着气，而他的身边还跟着7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这只母虎因为太久没有进食，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眼神充满了绝望，更别说是分泌乳汁来喂养孩子。眼看着这一家8口即将活活饿死在荒野之中，这只母虎甚至饿到发狂，看着自己刚生下来的小老虎，竟然升起了想要把孩子吃掉来充饥的可怕念头。各位朋友，如果是你，看到这种会吃人的猛兽快饿死了，你会怎么做？一般人可能会想，哎呀，阿弥陀佛，这都是业障啊，而且它是猛兽，以后救活了可能还会下山咬人，我还是赶快走吧，免得惹祸上身。但是摩诃萨太子看到这一幕，他的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也没有任何的嫌弃与算计。他感受到的是那只母亲无法哺育孩子的巨大痛苦，他升起了极大的悲悯之心。他没有半点犹豫，毅然决然地脱下了身上华丽的衣服，将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了这只饥饿的母虎。因为母虎已经饿到连咬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太子甚至找来了一根尖锐的树枝，刺破了自己的皮肤，让鲜血流出来，引导母虎来舔舐它的血液，恢复一丝力气后，再将它的血肉吃下。他用自己的生命救活了这8条奄奄一息的生命。阿难尊者听到这里，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世尊，这位太子后来怎么了？他为了一群畜生，连自己尊贵的命都不要了，这真的值得吗？佛陀平静地看着众弟子，轻轻地说：阿难，那位摩诃萨太子正是我的前世。全场的比丘听了，无不震撼，甚至有人感动地落下了眼泪。佛陀接着说：正是因为当初那一念纯净无染的慈悲心，让我在后来的无数世轮回中都能逢凶化吉，遇到善缘，消除了无量劫以来的生死重罪，最终成就了今天的佛果。故事说到这里，各位朋友，我们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在台湾，我们很多长辈逢年过节、初一、15都会去庙里拜拜、点光明灯、安太岁，或者是参加法会、添香油钱，甚至去买鱼买鸟来放生。我们心里求的是什么？通常是求佛祖保佑全家平安，求先生事业顺利，求孙子考试考满分，或者求自己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在佛法里，这叫做有求之善。有求的善虽然也会有福报，但那个福报是有限的，就像一个有底的杯子，福报装满了也就没有了。因为你的善意背后带着一个交换的条件。可是当我们在路边看到一只全身脏兮兮、冷得发抖，或者被车撞伤的小猫小狗，你把它抱起来，带去看兽医，甚至给它一个家。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奢求这只流浪狗将来会赚大钱来孝顺你吗？你会期待这只猫将来帮你考上好大学吗？绝对不会的。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心里完完全全只有一个念头：我不忍心看你受苦。这就是佛法里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陀要告诉阿难，也是要告诉我们现代人的秘密，就是当我们去救助一只动物的时候，我们的发心往往是最纯净的，我们不求任何回报，只是单纯的舍不得一个生命受苦。而这种不求回报的慈悲，其实最接近佛菩萨的境界。你在那一刻，心量是跟虚空一样广大的。所以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常常说救动物是干预因果，会被业障的说法，佛陀的智慧直接打破了这个迷思。慈悲救度本身就是在种下最不可思议的善因，怎么会是干预因果呢？如果因为众生前世有业障，我们就不去救，那佛菩萨又何必来到世间度化众生呢？太阳普照大地，难道会因为哪一棵树长得比较丑，就不把阳光照给它吗？真正的佛法从来不是要我们见死不救，而是教导我们用平等的爱去包容一切。那些说会被业障的人，其实是内心充满了对失去和受伤害的恐惧。所以各位善良的长辈、师兄师姐们，请放下你心中的大石头。你喂养流浪猫狗，绝对不是在替他们背业障，而是在为你自己种下一颗成佛的菩提种子。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功德这么大，那如果我们这辈子不断地去帮助这些毛小孩，我们下辈子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当时佛陀的大弟子迦叶尊者也问了这个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佛陀接着开示的真相，甚至让天上的天人都震惊地现身聆听。因为佛陀说，收养流浪猫狗的人，来世将会迎来3层业力的大爆发。这3层不可思议的业力到底是什么呢？画面提示，镜头切换，讲述者眼神坚定，带着一抹温暖的笑意，语气稍微上扬，带动观众的情绪。当时迦叶尊者听到这里，忍不住好奇地问，世尊，既然救助流浪猫狗不是背业障，而是这么殊胜的善行，那现在这些发心收养、喂食流浪动物的人，他们来世究竟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呢？佛陀微微一笑，眼中闪烁着深邃的智慧光芒。他说，这其中的因果非常深奥，甚至连天人都想知道。当一个人以纯净的慈悲心去救助流浪动物时，他的未来将会在3个层面引发不可思议的业力大爆发。第一层果报叫做护身得长寿。佛经里常说，护身得长寿，施恩得恩报。大家在台湾的乡下或是社区里，有没有注意过一种现象？有些阿公阿嬷70、80岁了，身体还是硬朗得很，还能骑着脚踏车去菜市场，去田里巡一巡。你仔细观察，这些长辈往往都有一个特质，就是对小动物特别有爱心。我认识一位住在南部的老菩萨，他常年都在救助流浪猫。以前他身体其实很不好，常常气喘、关节痛，但自从他开始发心照顾那些小猫后，他每天都要早起去喂食，要帮忙打扫，奇迹似的，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现在80几岁了，走路比年轻人还要快。佛陀说，因为你保护了微小的生命，让他们免于饥饿和死亡的恐惧，这份护身的能量回到你身上，来世显现出来的就是健康与长寿。而且这种人来世还会自带一种很特别的磁场，他们走到哪里，小狗小猫甚至是路边的小鸟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要亲近他们，因为他们灵魂里散发着让生命安心的温暖。接下来是第2层果报，也是最让人动容的一层，
叫做善缘大聚集。佛陀解释道，动物虽然智慧没有人类高，但它们的心却比人类还要纯粹。你对它好，它没有那些复杂的算计，它只有满满的感恩。很多人以为动物不懂事，其实它们的灵性是非常高的。让我说一个在台湾乡下常常听到的真实情境。有一位阿伯，每天清晨都会去产业道路散步，顺便带点剩肉，去喂一只一直在那边流浪的小黑狗。阿伯给它取名叫黑吉。有一天，阿伯走在草丛边，突然窜出一条毒蛇，眼看就要咬上阿伯。黑吉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死命地把毒蛇咬住甩开，自己却受了伤。还有独居的阿嬷，半夜家里电线走火，是他收养的流浪猫死命抓门，大声叫唤才把阿嬷叫醒，救了他一命。各位，动物的报恩是拿命来报的。佛陀说，这份恩情不会因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在漫长的轮回里，你们一定会再次相遇。你这辈子喂过的那只流浪狗，救过的那只小小猫，来世可能转世为人，成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甚至是你的家人。当你人生遇到大低谷，过不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莫名其妙地出现，拉你一把，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这就是因为你们前世结下了最深的善缘。这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你发送出去的善意与爱绝对不会凭空消失，它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以最温暖的方式回到你身边。最后，佛陀说出了最殊胜的第三层果报，叫做菩提心增长。什么是菩提心？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记忆体，佛学上称之为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就像是一大片肥沃的田地，你平常做的好事、坏事都是在田里播种。长期救助流浪动物，你不求回报的付出爱，这份无私的大慈悲会不断地清洗你灵魂里的自私与贪婪。在你的阿赖耶识这块田地里，种下一颗纯净发亮的菩提种子，这颗种子就是未来成佛的因缘。佛陀说，这些人来生再投胎，天生就带有善良的根基，不需要别人教，他们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慈悲的。他们在面对世间的财富名利时，不容易迷失自我，因为他们的内心已经被那份广大的爱给填满了。他们在修行的道路上，会走得比任何人都还要平稳。听完佛陀开示的这三层业力，在场的比丘们无不赞叹，原来我们在街头巷尾，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喂食动作，竟然能在轮回里绽放出这么巨大的善意与福报。但是讲到这里，我们把镜头拉回现实的台湾社会，很多长辈听了心里可能会想，你说的很好听啦，可是我把流浪狗带回家，结果它生病看医生花了我好几万，老伴气得要跟我离婚，每天家里吵吵闹闹的，我的烦恼一大堆，这难道也是功德吗？甚至还有更让人痛心的情况，我们好不容易救回来的猫咪狗狗，花了很多钱和心力，最后它还是生重病走掉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让很多长辈哭断肠，甚至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要养动物了。面对这种现代人最真实的困境与悲伤，当年佛陀又是怎么教导弟子们化解的呢？画面提示，讲述者的语气变得柔和理解，像是在跟老朋友谈心一样，配上轻柔安定的背景音乐。刚才我们讲到，救助流浪猫狗的果报非常殊胜，但是回到我们真实的台湾生活里，很多善良的长辈却因为这份善心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烦恼之中。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常有这样的情况？你在路边看到一只生病的流浪猫
或者淋雨发抖的小狗，你实在是心生不忍，心一软，就用纸箱把它抱回家了。一开始你是满怀慈悲的，可是带回家之后才发现，毛小孩生病了，看兽医一次就要2、3千块，如果是严重的病，医药费动辄上万块。这时候家里的老伴就不高兴了，开始念人，我们自己老本都不够用了，你还捡这只回来花钱，家里弄得又臭又脏，沙发也被咬破了，你赶快把它丢掉了。你听了心里又急又气，一方面舍不得把好不容易救回来的毛孩丢回街头，另一方面每天跟家人吵架，吵得血压都高了，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你心里好委屈。我明明是在做善事，积福报，为什么老天爷要让我这么烦恼？为什么我的家人就是不能体谅？其实2500多年前，佛陀的弟子木初连尊者就曾经把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拿去问过佛陀。目犍连尊者问：世尊，现在有些人家里收养了很多流浪动物，结果导致家庭不和睦，夫妻吵架，这样该如何处理呢？各位朋友，你猜佛陀怎么说？佛陀没有教我们盲目的去救，佛陀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观念，叫做中道。佛陀告诉弟子，修行要中道而行，不可偏执。救助动物当然是好事，但绝对不能因此影响家庭的和睦。我们行善必须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既要有慈悲心，更要有智慧心。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慈悲绝对不是盲目的冲动，更不是情绪勒索。如果你为了一只外面的流浪狗，把家里的老伴气出病来，让儿女对你产生怨恨，那你虽然跟这只狗结了善缘，却跟自己最亲密的家人结下了深深的恶缘，这就违背了佛法讲的圆满。佛陀教导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学习忍辱波罗蜜。什么是忍辱？不是叫你委曲求全，而是在面对家人的不谅解，面对毛小孩调皮捣蛋的时候，你的心里不生气，不抱怨，把它当作是消除自己业障的一种练习。当你的心平静下来，不再跟家人硬碰硬，家人感受到你的柔和，自然也会慢慢放下对立。如果你的经济能力真的不允许，或者家人极度反对，你千万不要勉强带回家。佛法讲方便有多门，我们可以用其他充满智慧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啊。你可以随喜赞助一些值得信任的动物救助机构，捐1包饲料，捐几百块医药费，或者你帮这只流浪狗拍个照片，请年轻人帮忙发到网络上，帮他找一个有能力照顾他的新家。就算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只是站在远处看着他，在心里默默为他念一句阿弥陀佛，祝愿他早日脱离畜生道的苦难。佛陀说，这份发心一样是功德无量，行善量力而为就好，不要因为做善事反而让自己生起了烦恼心。当你的心平静了，家庭和谐了，你的这份慈悲才是真正圆满的菩提。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要在日常生活中量力而为的行善，各位善良的长辈们，我们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能在生活中做到哪些微小但功德巨大的行动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整理4个佛法不离世间的日常微修行清单，只要照着做，不用花大钱，你每天都在为自己积累不可思议的福报。画面提示：讲述者的语气变得轻快、踏实，画面上出现清晰的重点字卡，背景音乐转为明亮温暖的氛围。六祖慧能大师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修行从来都不是要我们躲到深山里，
而是要在我们每天柴米油盐与人相处的日常中去落实。针对我们这群心里充满爱、看不得毛小孩受苦的长辈与朋友们，我为大家整理了4个日常微修行清单，不用花大钱，也不用改变原本的生活。今天看完影片，你马上就可以在日常中跟着做。第一个微修行叫做喂食当下的观心回向。很多阿公阿嬷去庙口或公园喂流浪猫狗，饲料倒了，看它们吃饱就开开心心地回家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在这个善举上加一个小小的动作。当看着这只小狗小猫在低头吃饭的时候，请你在心里默默地为它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观世音菩萨。你不用管它听不听得懂，你就是在心里温柔地对它说：毛孩子啊，这辈子你受苦了，愿这句佛号为你种下善根，希望你来世脱离畜生道，投胎做个好人，好好听闻佛法。这个小动作不用花你1毛钱，但你给他的就不只是一顿肉包或罐头的一餐温饱，而是生生世世的解脱之源。佛陀说，这就是最不可思议的法布施。第二个微修行叫做不留痕迹的智慧行善。我们常常听到邻居抱怨、抗议有人喂流浪猫狗，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不是真的讨厌动物，而是讨厌环境被弄脏。我们发善心去喂食，有时候拿着塑胶袋、便当盒，食物倒在地上，小狗小猫吃得满地都是，我们转身就走了。天气一热，剩菜的味道飘出来，苍蝇飞来飞去，邻居看了当然会生气，甚至会开口骂人。佛法讲求圆满，真正的慈悲是连旁人的感受都要一起顾及。所以我们喂完之后稍微等个10分钟，等他们吃完，我们顺手把塑胶袋、空罐头收进垃圾袋带走，拿点水把地板冲一冲。你不造成邻里的困扰，不让别人因为这只流浪狗而生起烦恼心，不让邻居造口业，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功德。你的善行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圆满无漏。第3个微修行是面对破坏的转念练习。如果你家里已经收养了流浪毛孩，有时候他们调皮捣蛋，抓坏了你客厅的沙发，或是随地大小便，你当下是不是气得血压飙高，想拿报纸打下去？这个时候深呼吸，我们来做一个转念的练习。你要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我自己发大愿救回来的生命，我是欢喜做，甘愿受。把毛小孩的调皮捣蛋当作是佛菩萨派来考验你耐心的逆增上缘，这在佛法里就是最实在的忍辱波罗蜜。你每忍住一次脾气，你的业障就消掉一大块。你不对着家人和毛孩动怒，你的心量就变得更加宽广。第4个微修行是面对离别的正念祝福，这是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一刻。当我们救回来的毛小孩因为生病或是年老而离开了我们，很多长辈会崩溃大哭，走不出来。请你记住佛法里的一句话，生死皆是因缘。他今生做动物的业障已经还清了，因为有你给他的爱与照顾，他才能够安心地圆满这一段旅程。他的离开是畜生道的毕业典礼，所以不要执着于悲伤，不要用眼泪去牵绊他。在他离开的时候，请你为他助念佛号，温柔地告诉他，任务完成了，跟着佛菩萨的光走吧，我们未来一定会再相见。你的这份正念与祝福就是送给他最好的离别礼物。各位善良的朋友，修行真的不难，它就在我们每一次喂食的起心动念里，在我们弯下腰捡起垃圾的动作里，也在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的那一份豁达里。只要用心，处处都是道场。
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微小的善意融入到生活的每一天，这份大悲心最终会带领我们走向什么样的生命归宿呢？画面提示：音乐推向高潮后，渐渐转为轻柔空灵的古琴与颂钵交织，讲述者双手交叠，眼神温柔且坚定，直视镜头，仿佛看着每一位观众的心底。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从佛陀前世舍身救虎的震撼故事，一直聊到了我们台湾街头巷尾的喂养日常，也聊到了如何面对生命的生离死别。其实，佛陀最终想告诉我们的，只有一个极其简单，却又无比深奥的道理：一念大悲起，万法皆归真。在这个茫茫的六道轮回里，我们跟每一个生命的相遇，从来都不是偶然。你今天清晨蹲在菜市场角落递出去的那半个热便当，你在傍晚的大雨中不忍心看流浪狗淋湿而为它撑起的那把伞，又或者是你忍住家人的碎念，坚持给那只受伤小猫一个温暖的家，甚至是你陪着它走到生命尽头，那一声声不舍却又充满祝福的佛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其实都是你在跟未来的佛菩萨结缘。今生你给他的一饭之恩，可能换来生生世世的善缘相伴。你那一份完全不求回报的温柔，正是在为自己的灵魂铺设一条通往觉悟与解脱的菩提大道。所以，亲爱的朋友，请放下你心中的担忧，不要害怕去爱会背上业障，更不要去在意世俗的闲言碎语，因为真正的慈悲从来就不需要去分辨对象的高低贵贱，而善良本身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护身符。当你愿意用纯净无染的心去爱护这些微小的生命，这份爱最终都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回到你与你家人的身上。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们会用一辈子的忠诚和轮回中的守护来报答你今生给予的温暖。在漫长无尽的轮回长河里，一切的苦难终将过去，而我们终将以善意再次重逢。镜头微微拉近，讲述者的语气转为极其温暖的祈愿。今天这支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荧幕前每一位心里有爱、有着柔软善念的你，跟我们一起做一件充满福报、功德无量的事。如果你的家里正养着曾经流浪过的毛小孩，或者你曾经深爱过的毛孩，现在已经功德圆满，去当无病无痛的小天使了。又或者你只是单纯的心疼外面那些还在受苦挨饿的流浪动物们，请你现在就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这只毛孩的名字，或者是为他们打上一句简单的阿弥陀佛，愿天下毛孩皆免于饥寒。让我们一起把这支影片的留言区变成一个汇聚无数人善念的网络道场。当1000个人、10000个人都在这里留下善言与祝福时，我们就能凝聚出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个磁场里没有分别，没有痛苦，只有满满的爱与光芒。这股温暖的能量不仅能回向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小生命，祈愿他们早日离苦得乐。听闻正法，这份汇聚起来的福报更会化作无形的金刚罩，护佑着你与你深爱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岁岁年年。感谢你的耐心观看，也随喜赞叹你心中那一念珍贵的悲心。修行就在日常里，慈悲就在你我间。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让你的心灵得到了一点平静与力量，解开了你心中的疑惑，我们非常诚挚地邀请你轻轻点击荧幕下方的订阅按钮，加入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同时也请你将这份善知识分享给身边那些同样喜爱动物或是心中有烦恼的亲朋好友。
你的每一次分享，不仅是对我们频道最大的鼓励与支持，更是为这个社会注入一股正能量，是一次无比美好的法布施。我们下支影片，再一起聊聊生活里的佛法智慧。阿弥陀佛，愿你平安喜乐，福慧双修。